月之暗面。第3章，大学时代。那是记忆中最好的年华，就连空气也都应该是香甜的。若你到中年再去回忆那段岁月，闭上眼睛就能感受到葱葱郁郁真挚的灵魂，随处都是一张张可爱的脸庞和洋溢着荷尔蒙的气息。那个时候置身其中，无法以今天的眼光去看待。不过那几年的光阴本应该是纯粹的，却也会有一些记忆显得格格不入。我的大学时代从早上7点半到晚上9点半，不分周六日，只要路过教学楼西面的琴楼，就会被各种音乐声所吸引。这其中有声乐，有钢琴，有吉他，有贝斯，有管乐，也有打击乐。刚入学的时候，每次站在琴楼下，我的内心都会受到震动。看到这些同学的激情演奏，我不得不惊讶，他们对音乐的热爱和造诣已经到了如此的境界。我本以为凭着一腔热血和执着，有望一天能够展露拳脚，但经过多次的深思熟虑之后，我觉得自己并不如他们有天赋，只好毅然地决定主修理论学。尽管如此，我并没有放弃，甚至会花上更多的时间来练习器乐和声乐。在我看来，勤能补拙也许是个不错的出路，所以我的考试成绩总是很好，甚至会高出那些平时我觉得很优秀的同学。也正因为这样，我结识了很多天赋极高的朋友，有些是获过大奖的歌手，也有已经签约公司的乐手。其中有一个男生让我印象深刻。一开始我并不喜欢他，甚至和其他男生一样讨厌他。或许是嫉妒也说不准，每次去琴房排队几乎都能看到他，身边总是围着一群女生，叽叽喳喳，只惹人翻白眼。很多人总说，像他这样英俊又有这么高的人气，为什么不去参加选秀，当一只花瓶也没什么不好。记得有一次与他相遇，我狠狠地给了他一个不客气的脸色。门一推开，走出几个学生背着琴盒，尖锐的吵闹声快要掩盖掉楼道里的噪音。他走在几个女生的后面，刚一出来，正好和我撞了个肩碰肩。我立时白了他一眼，冷冷的道：“那么兴奋干什么？”几个女生顿时停止了吵闹，那个男生也回过头来，尴尬地看着我，我却一扭头，砰的一声关上了琴房的门。当时觉得很解气，我得意地坐在琴凳上，擦拭着琴盖上的灰尘。就在这时，我看到了一摞乐谱，还有几本练习册。我随手翻了翻，练习册里被用红笔圈了一些低级的错误，一看就知道这几个女生根本没有用心学。我把练习册放到一边，翻开了最下面的一摞，那是一摞总谱。听交响乐的人应该了解什么是总谱，那是一种集合各种乐器和谱号的乐谱。一般的音乐家不需要具备识总谱的能力，但是高级别的作曲或者指挥家要对总谱非常熟悉。我好奇地翻阅着，渐渐发现这是一部很前卫的原创作品，而总谱的封面写着3个字：文生节。当时觉得这个名字很熟悉，就连我这种不闻窗外事的人，竟也能经常听人提起。只是没有想到，刚才那个人会是他。我的内心突然起了一阵疑惑。同学口中的文生杰就像一个明星，
整个校园恐怕没有人不知道这个名字。每学期的考试和比赛成绩，他就像一颗明亮的焦点，从未让人失望过。但是为什么也有人不看好他，甚至恶语重伤？我当时不能理解，觉得或许是出于嫉妒吧。心里想着，如果他是真的有天赋，为人勤勉而踏实的话，就算那些人再嫉妒，也是无济于事。想到这里，我放回了乐谱，开始练习我的曲子。就在这时，一阵有节奏的敲门声突然传来。琴房的门很有特点，大概在1.5米以上的位置，有一个正好和头差不多大小的圆形玻璃窗。我立时转头看去，只见玻璃上趴着半张脸，勉强露出鼻孔和2只眼睛，正忽闪地朝里面窥视着。应该是一个女孩子，我想着，但很快便意识到了什么。当我推开门的那一刹间，吓了一跳，只见那5个人一直站在门外，没有走。我正诧异着，一个腼腆的男生开了口，他道：“你好，我叫文生杰，真是不好意思。”他有些局促地望着我，我也有些尴尬，又看了看其他几个女生，发现她们的年龄似乎小我们几岁。刚才走的时候太匆忙了，忘了把他们的作业本和我的谱子拿走了，实在很抱歉打扰你。你能不能……他有些结巴的道。他的态度还算不错，当时又有那么多女孩子，我也就平和了许多，点了点头，伸手示意他进去拿。没想到几个女孩子又是一阵叽叽喳喳，一拥而入。文生杰的脸上顿时现出了无奈的表情。事后才知道，他那时在私下代课，专门辅导有志向的艺考生，那些都是他的学生。至于是不是经济上的原因，不得而知，而且他很低调，学校也就闭一只眼罢了。那是我第一次遇到他，之后就没再说过话，但偶尔碰见也会淡淡的点头打一个招呼，仅此而已。时间久了，我对他的看法却渐渐地发生了一些变化。有一年的比赛，他突然改变了风格，这又引起了一阵议论。据说他那段时间像是变了个人。我偶然遇到他的时候，发现他总是孤身一人，而且非常沉默，站在那里就是一动不动地站着。直到快毕业的时候，我再次遇到了他。那是一场对外的比赛，因为牵涉到工作机会，所以每个人都很上心。命运总是爱开玩笑。我还记得当时准备的作品是一首吉他2重奏，和我一起演奏的那位同学堪称扛把子，技巧上无人能敌，尤其擅长快速弹奏主旋律部分，这也正是我请他搭档的原因。但是他也有一个致命的缺点，容易紧张。那一天，他在后台准备的时候，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什么，一个劲儿地往裤子上抹着手心出的汗。前面还有2个节目的时候，我很想拍拍他，让他放松一点，之后还会有很多机会，不必看得那么重。但就在这时，他突然啊的一声大叫，接着旁边的几个同学也随后发出了一阵惊呼。我立时冲了过去，只见半根银色的吉他弦悬在空中。因为紧张，他在调音的时候崩断了琴弦。这本来不是件大不了的事情，可一激动，被残留在琴头上一小节锋利的钢弦划出了一道伤口，手背瞬间流出了一道鲜红的血液。就在这时，一个身影迅速闪过，是文生杰。他立时蹲下身子，向吉他手递过一张纸巾道：“先按住。”
后来我才知道，这个吉他手朋友和文生杰是一个宿舍的，所以他们认识，而且关系很不错。听得文生杰坚持要带他去医院时，我当时心想，看来比赛是黄了。正当我准备收起吉他和他一起去医院的时候，吉他手一把将手中的吉他推到了文生杰的手中。他道：这个曲子你应该问题不大吧，你俩先别管我，我把谱子给你熟悉一下，到时候可以看情况即兴。我手没事，就是有点痛，估计今天是弹不了了，你替我上吧，这个机会很难得，我不想因为我浪费了这次机会。他掏出了一份乐谱递给了文生杰道。说罢，他看着我，双目微微泛着红色，道出了一句抱歉。这件事的记忆也就到了这里。在我印象中，这两个人都是极其靠谱的朋友，尤其是那个吉他手，虽已记不起他的名字，但他当时的这番话让我很是感动。而文生杰的帮忙也让我顺利地拿到了一家公司的实习机会。为了感谢他，我也爽快地答应了他一件事。只不过这件事似乎只帮了他一半。